这个系列我们专注讲逆袭糖尿病，这个题目很大很大。我不是医生，我也不是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任何人不会跟你说他会治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不可治的。从医疗体系来说，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东西，所以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去考虑过二型糖尿病的这些人呢，应该怎么办呢？从我的个人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二型糖尿病都可以逆袭。小心听我用的每一个字，逆袭的含义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我们要有合理的目标，然后去谈逆袭。如果没有合理的目标去谈逆袭，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先来谈什么叫合理，什么叫不合理。那从为什么你是糖尿病人说起啊？糖尿病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其他的系列里面，我们在探讨我自己的减肥过程当中，我们探讨到代谢特征这个名词啊。我们把人的代谢特征大概分成了3类。有一类的人呢，跟我一样，我基础胰岛素特别的高，像我这样的人不多的，占少数的。基础胰岛素在7啊、8啊、9左右，在中间的呢，大多数人其实是这一群人的。还有一群人呢，他的基础胰岛素特别的低，低到2点几、3点几、4点几，很低的。这个是3种不同人群的代谢特征，先把它区分开来。我们用一个大胆的假设，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胰腺，胰腺可以制造胰岛素。假设我们讲的我们简单一点，容易懂的，我的胰腺比你大，所以我的胰腺制造胰岛素的能力强大，所以我的空腹胰岛素就高。即使没有吃东西，我的空腹胰岛素都高。你的胰腺在中间，它的胰腺比较小，制造胰岛素比较少。我们这样子来理解比较容易理解了哈。我们3个人一起吃了一样多的糖，比方说我们3个人同时喝100克的葡萄糖，然后我们同时去观察我们3个人血糖的变化，你大概会看到我们3个人一起开始升糖。他胰岛素比较少的人升糖的速度快，然后升得比较高。胰岛素中等的人呢，升糖的速度稍微慢一点，然后呢，升到的高度没有他那么高。所谓升糖速度比较慢一点，真正的含义是你一边升糖，你的胰岛素一边把你的糖带走了，所以你升得比较慢啊，这是动态的。我呢，身体制造胰岛素的能力特别强大的人呢，我升糖的速度比你还要慢一点，然后升糖的高度也没有你高。然后呢，当这个糖开始下降的时候，胰岛素特别少的人呢，他糖下降的速度特别的慢。你中间的人呢，下降的速度比较快，我胰岛素特别多的人下降的速度更快。所以在3种不同代谢特征的人吃了碳水化合物的热量以后，我们身体制造胰岛素的能力决定了我们血糖的变化。这是我们3种不同的代谢特征。我们今天的饮食环境，大概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占到了60%到70%左右啊，然后20%、30%左右是蛋白质，然后很少的脂肪，这个是目前比较典型的饮食结构啊。如果你把这3种人都放在这个饮食结构下，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那个身体基础胰岛素特别低的人呢，走没有多远呢，他的胰腺啊就做不动了。他的胰腺每天要强迫他自己制造很多的胰岛素啊，他本身胰腺就比较小，马力小，可是他又要全负载的工作，所以他的胰腺就很辛苦啊。这样的人呢，就有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呢，他的胰腺就做不动了。那胰腺做不动了的结果是血糖就上去了，血糖上去了以后，他就变成2型糖尿病了。一般来说30岁左右，他就变成2型糖尿病了。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会说，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可以得糖尿病呢？我又不胖。刚好就是这个代谢特征的人，他身体处理糖分的能力很弱，所以他很年轻，他身体就应付不了这么多糖了，他的血糖就达到了2型糖尿病的标准了。这个基础胰岛素在中间的人呢，本来他身体代谢灵活度是最好的，因为他储存脂肪能力也强，燃烧脂肪能力也强，糖医生的能力也强，就是他应该代谢能力最好的。如果他偶尔去体检一次的话，就会发现他的空腹血糖始终都挺正常的，连续测了5年，测了8年都是5点几。那么有可能呢，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稍微有一点增长，肚子稍微有点鼓起来了，大家都不觉得奇怪，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嘛。到了这个年龄都会有一点发福，所以大家都不以为意。可是实际上呢，这样的朋友有相当的高百分比的，他的身体啊，在处理这些糖的过程当中啊，对胰岛素的依赖已经越来越高了。意思是说，他的身体需要制造越来越多的胰岛素了。他身体已经静悄悄的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可是完全没有症状，他自己不知道。他验血的时候测血糖还是正常的。那你说胰岛素抵抗的证据在哪里？眼睛看得到的证据就是他身体的脂肪变多了，他身体发福了，就是胰岛素抵抗的表现。胰岛素多你才会胖的，胰岛素不多你不会胖的。可是如果你一定要一个斩钉截铁的证据的话，你可以去找你的医生开单帮你测一个糖耐量。测糖耐量的时候，胰岛素一起测，意思就是说你在空腹的时候验血，测你的空腹糖跟空腹胰岛素，然后你喝了葡萄糖以后，每隔半个小时每隔1个小时去测一次，看看你喝了葡萄糖以后血糖跟胰岛素的变化，你就会看见这个时候当你有胰岛素抵抗的时候，你吃的糖啊是一样的多，
可是你身体需要制造很多的胰岛素才能够处理这些糖了，这个就代表你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了。那通常这样的人呢，人变胖了是第一个眼睛看得见的，第二个经常会发现的就是血压可能会有一点升高，这个是比较容易发现的。除了这2个以外，其他的不容易发现。像我这样的人呢，我的代谢特征呢就是胰岛素特别高的人了。在今天的饮食环境里面，吃再多的糖，我的空腹血糖始终都是很漂亮，跟正常健康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我可以维持空腹血糖在 5.0 啊 5.5 之间很多年，我可以享受各种的高糖食物。我们一起去测血糖的时候，你们都已经在生气了，我还可以很骄傲的说我血糖很正常。但是你会看到我不断的变胖，不断的变胖，因为我的胰腺非常有力量的可以制造任何我需要的胰岛素，它都制造得出来，因为强大。但是呢，后果就是胰岛素越多的人就越胖。你看我150公斤的照片，那种畸形的肥胖，你身体制造不了这么多胰岛素，你长不成那样的，这是一种代谢特征呢。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机会发展成2型糖尿病呢？有可能，超过了胰腺能够制造糖的极限了，也会变成2型糖尿病的，只是会比较晚，比一般人都晚。当然我们最大的特征就是严重的肥胖。如果说这3种人我们要来谈逆袭的话，逆袭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呢？最简单的确诊糖尿病，说你的空腹血糖超过7，就代表你有糖尿病了，或者是还要再查一查你的糖化血红蛋白等等等等的，我们不用说的那么复杂。如果说仅仅是以你的血糖为标准来确诊你的糖尿病，那么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逆袭糖尿病的目标就是把血糖降下来咯。所以你看今天不管是体系内的医疗体系内的，或者是体系外的，我们这些注重营养的人，注重健康的人，体系内体系外的人在面对糖尿病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个目标，管理血糖。所有的糖尿病人全部都把他的焦点都放在一件事情上，管理血糖。到今天为止，你看管理血糖有没有成功的？我跟你说啊，有人管理血糖管理得很漂亮的，他把运动强度提高到不可思议的非常人的状态啊，血糖看起来貌似很正常啊，它不可持续的，你终有一天你要撞墙的，因为这种运动强度是不可能持续的。更何况用运动的方式来处理血糖啊，并没有根本的解决你身体代谢的问题啊，没有根本的解决。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运动的人可以管理血糖啊，因为平时我们的血糖要下降是需要有胰岛素的帮助的，有胰岛素的出现，我们的细胞才容许葡萄糖进去，血液里面葡萄糖就会下降嘛，因为它离开血液进到你的细胞里面，血液里面的糖就少了，这个需要有胰岛素存在，这个事情才会发生的。可是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的细胞啊是处在一个这种状态，一膨胀一收缩，一膨胀一收缩，跟着你运动的节奏啊，在这种一膨胀一收缩的过程当中，你细胞里面会出现信号的，几乎就跟有胰岛素的时候出现那个信号一模一样。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胰岛素的参与啊，细胞的门就会打开，容许葡萄糖进去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运动对降糖有帮助，就是这个道理啊。但是运动对于改善你的代谢健康，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贡献，它只是当时把你的血糖降下去了，但对你整体的代谢健康并没有帮助啊，没有根本的帮助，因为明天你不运动它又回来了，你最终的问题还是在你的代谢健康、代谢问题上。然后我们现在过来转过头来看，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2型糖尿病的人呢，他的问题不仅仅是血糖高，血糖如果长期维持在比较高的地方呢，它就有所谓的葡萄糖的毒性啊，就会出现了，身体带来很多很多的并发症啊，各种炎症、各种问题就来了，这是一方面了。另外一方面，有相当多的人他是胰岛素抵抗型的2型糖尿病的，意思是说他身体制造非常多的胰岛素，然后都还压不下去这个血糖，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是同时血糖也高，同时胰岛素也高的。血糖长期的高有葡萄糖的毒性，胰岛素长期的高有胰岛素的毒性，所以对他们的身体的健康的危害是很大的。然后呢，为了控制血糖，他自己制造胰岛素不够了，我们就在用外源性的注射更多的胰岛素去把他的血糖控制下去，就为了控制血糖。这样做的结果其实是在火上浇油的，其实是使他的糖尿病变得更严重的，并不是变得更好的。糖尿病的逆袭，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它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透过利用把血糖控制到一个合理的范围，降低了葡萄糖的毒性，降低了胰岛素的毒性，这样的结果慢性炎症能够逐渐的下降，让他身体的氧化应激能够逐渐的减少，让他身体的健康有恢复的机会。在这样的基础上面，他的代谢健康会逐渐的恢复，然后呢，他的血糖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调整，进一步的下降，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他的代谢健康会越来越好，他的血糖呢能够渐渐的回到一个比较相对正常的地方。你说那我其他糖尿病的并发症还会困扰我吗？不会了，因
因为当你的代谢健康恢复了，你的血糖已经来到一个合理的地方了，高血糖的毒性就不存在了，高胰岛素的毒性也就不存在了，你的逆袭就成功了。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把逆袭的目标定在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为什么不做？我最近有一个粉丝，我这个粉丝的年龄是61岁，一个女性，她原本体重最重的时候大概70公斤左右，她来找到我的时候，她的体重只有40公斤，41、2公斤了，体重很轻很轻了。她是常年的2型糖尿病，我们叫她叫做衰竭型的，就是她从胰岛素抵抗型发展到后来呢，她的胰腺呢超负荷的工作，她胰腺就衰竭了，制造胰岛素的能力就大幅度的下降了，这个时候她就出现体重暴瘦的现象了。那么她来找了我，请我指导她如何调整生活方式，如何调整饮食。我不是医生呢，但是我可以告诉她怎么样吃东西对她比较有利。我就要看了她一些基本的数据，她基本的数据证实了她衰竭的比较厉害，她的空腹 C 肽只剩下 0.5 了。空腹 C 肽 0.5 接近1型糖尿病了，几乎自己身体制造胰岛素的量很少了。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自己想办法吃低碳，他已经搞了很久了。很多人面对糖尿病的时候，认为我把血糖降下去是第一要务。我跟你们讲啊，小心哈，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从高糖饮食改变成低糖饮食，或者是改变成升糖饮食的时候，降糖的速度会非常的快，所以大家谨慎为之哈，因为降糖的速度太快了，会有不同的后果的。所以你们不要贸贸然然的就突然之间把所有的碳水化合物都拿走，一个阶段减一部分，维持个10天8天，再减一部分，维持个10天，慢慢的减下来，不要让你血糖降得太快，那样子会有不好的后果的。那我这位粉丝呢，他是已经折腾了一段时间了，所以那个阶段已经过了，他已经是比较低碳的饮食了。我看他的血糖呢，那他拿动态血糖仪给我看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我注意的是什么，我并不是注意他的血糖有多高，但他第一次发给我看这个数据的时候，那一天呢，他的血糖最高的地方大概在13点几、14点几的地方，血糖最低的地方呢在8点几、9点几的地方，意思就是他的血糖的波动的区间范围啊，高达了5个点左右。这个波动的范围5个点左右是我关注的重点啊。你说我今天的空腹糖很低了，是5.0，可是你今天的最高血糖是12，我告诉你，你的情况非常不好。如果你告诉我说你今天的空腹血糖是7.5，但是呢你今天最高的血糖是8.6，一整天就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说非常棒，稳定比低要好，稳定比低要好，我们要想办法让它稳定的往下降，稳定的往下降。如果它波动幅度过大了，这个对糖尿病的朋友来讲是最不利的。然后我开始指导他的饮食，指导了几天以后，他吃的不是很好，我告诉他，我说你饮食如果不调整的话，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我指导你就没有意义了。他就说好，他就改。改了以后呢，我把我吃的食物的照片也发给他看了，他看完了以后他就调整了，调整以后我们就明显的可以看到他的波动的幅度在往下降，大概20天左右吧，其实就降到一个蛮不错的地方了。我们并不是追求空腹血糖5.0，那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但无论如何，光是透过饮食我们可以看到他血糖有明显的变化。晚一点我们再来讲其他的东西，现在我的视频的这个阶段，我还是在跟各位讲设定目标啊。我们先从分型说起，然后我们说了逆袭糖尿病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逆袭糖尿病最终的目标不是为了控制血糖，是为了重新掌握身体的健康，实现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啊，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个终极目标并不要求你的空腹血糖来到 5.0 啊，我们不要盲目的去追求别人的空腹血糖的标准，那是不正确的。我们刚刚分型的时候有说过，瘦型的、中等型的、胖型的，其实还有一型的就是衰竭型的，就是从胖变瘦了的。其实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都可以逆袭，都可以达到我们说的逆袭目标，都可以重新掌握自己的健康，都可以实现身体的自我修复，都可以避开我们原本以为避不开的2型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了，那就不可逆了，只要没有到不可逆的状态，那情况都可逆。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这些内容不是你典型的随便去买一本书可以看到的内容哈，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切实可行、合逻辑、合科学理论的一套管理的方式，而且被很多的粉丝去实际的操作以后证实是真正简单有效的哈，所以你们大家拿去参考参考。接下来我们就要谈我们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了。我们先把阶段性的目标先设定清楚，然后你朝这个目标去做，这个目标以外的东西你暂时别去理它。第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是我们要先把你的血糖降到一个
第一比较稳定，第二个降低到它一个比较没有毒性的状态。如果你长期血糖在7.7、8.3以上长时间的话，它是有毒性的。如果你的血糖能够拉回7.7附近上下波动，然后波动的幅度不要太大的话，葡萄糖的毒性就大幅度的下降了，这是有科学根据的，不是乱说的哈。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去考虑5.0、5.5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所以第一个目标就是能够把血糖控制在7.7附近去波动，这个7.7指的是饭前饭后一整天的血糖，所以你的血糖可以是比方说7.2到8.6，你的血糖可以是7.0到9.0，波动的幅度在2个点之内都是非常稳定的哈。把这个阶段的目标定在这里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减少葡萄糖的毒性然后呢，降低对胰腺贝塔细胞的压力。因为有很多人，你的胰腺不断的在制造胰岛素，它的压力很大的，我们要减少它的压力，减少它的负担。而且同样的，当我们把血糖稳定的控制在7.7附近的时候，你的慢性炎症氧化应激这些都会下降，给你整个逆袭的过程可以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这是我们阶段性的第一个目标。透过什么样的手段，如何去做，不同类型的人他的做法可能不一样。刚刚跟你们介绍的这位粉丝，他花了多长时间达到了这个阶段性的目标呢？20天到25天他就达到这个目标了，而且当时仅仅透过饮食而已，他自己愿意做运动，他做运动仅仅透过饮食，他在20到25天左右就达到第一个阶段的目标了。我跟你们说20-30年的老糖友了哈，所以达到这个阶段性目标是做得到的。达到这个阶段性目标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个阶段了。第二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呢？优化代谢，改善炎症你持续在这个7.7左右平稳血糖的这个状态下面，就让它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你的身体真正在做的就是修复工作了，因为你的慢性炎症在下降，氧化应激在下降，这个时候你的血糖是稳定的，你的胰腺在休息。什么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阶段比较成熟了？你会发现不知不觉的血糖自己就慢慢的就下去了，它不需要走得很远，它稳定的慢慢往下走了，你就会知道你的代谢健康进一步的得到改善了。这样子，无论你原来有没有外源性的胰岛素，或者是仅仅是你自己身体制造胰岛素，你对它的依赖都下降了。第二个阶段的目标呢，我们就达到了。第二个阶段性的目标达到了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了。第三个阶段的话呢，就是进一步的降低血糖了，炎症得到了控制了，胰岛素的敏感度也得到改善。在这个基础上面的话，你身体的血糖呢还会逐渐的往下走，你已经离开了确诊糖尿病的那个区间了。你已经来到了一个正常人的健康范围了，减少它的波动是整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波动的范围越小越好。所以我们看动态血糖仪的时候，很喜欢看到你的线条是逐步的变化，逐步的变高，我也不担心；把很多小时慢慢变低，我也不担心。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波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波动说明什么？每一次的波动就代表有一次胰岛素的反应如果你是稳定的下降的话，表示你的胰腺在休息这个区别很大的。所以稳定少幅度的波动，那么我们长期的维持，在饮食的营养方面或者是营养补充剂方面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可能你会得到更明确的更明显的效果。第三阶段呢，就是进一步的降低血糖，最后呢就进到了第四阶段了。最终的目标就是长期保持这个状态，那么没有任何糖尿病的症状了，所有的并发症各方面只要可逆的全部都逆袭了。这个时候你的血糖有可能空腹血糖在 6.0， 有可能是 6.5， 有可能有的人需要注射胰岛素，有可能有的人不需要注射胰岛素。重点是你的代谢健康回来了，糖尿病的各种毒性，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跟慢性炎症你都可以逆袭，你都可以修复，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这个我们叫做逆袭。这个呢就是关于制定逆袭糖尿病的目标的内容，就是这些。下一部分呢，我们就要开始比较仔细的讲第一个阶段要分型的，那如何能够达到。在逆袭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基础知识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在下一个阶段中慢慢的跟大家介绍。